Hello， 大家好，我是夏目漱口。富士山在游客心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流暢的山体、標誌性的雪頂，都讓人想要在最佳位置留下與富士山的最美一刻。但在富士急行這條電車沿線，富士山更像一種融入生活的存在。今天就從富士山下出發，沿着富士急行線去一些不知名的小站，看看那些隱藏的日常美景。現在在大月站購買了一張富士急行線的特急2日乘車券，這張券的價格是3000日幣，然後是所有的車輛均可乘坐，而且呢上下車都是無限次的。今天打算坐這條線去看一下這條沿線的一些風景。富士急行線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當時為了開發富士山路觀光而修建。1929年大月到富士吉田之間正式通車後，又延伸到了河口湖。如今，這條全長約26公里的地方私鐵，已經從過去的山間交通線變成連接東京郊外與富士山的重要觀光鐵道。現在，除了最新的特急列車，還保留了木地板的復古列車以及其他特色塗裝的特別列車。剛剛坐富士急行線，現在已經到了富士山這個站。今天富士山周圍完全沒有雲，所以可以完全看到富士山的這個全貌。這個角度是從富士山這個車站望出去的風景。然後準備從這個車站租一輛自行車，往大月方向回程。這個車站是我第2次來，上一次來已經是7年之前了。這個就是今天租的自行車，跟上一次租的是一樣的，這個非常的方便。然後準備騎車去逛一逛。今天的遊玩路線並不是按照常規的富士山遊玩路線來走的。是沿着富士急行這條線去遊玩，看一看每個車站不一樣的富士山的風景。從富士山站出來的這條路是下山的一條路，它的方向是跟富士山是反方向，但是這條路非常的舒服，途經的都是一些
比較當地的居民區吧。骑了一段路，回头看一下，直接看到富士山就在背後。这里有一条商店街，是富士吉田市的西里通，一条很小的商店街。然后在这条商店街的背后，就可以看到富士山。这个车站就是月江寺了。这个车站的名字非常的有诗情画意感觉，而且今天天气特别的好，它这个绿色映衬着蓝天，非常的漂亮。这个车站面前不大，然后有一个小的广场一样的，应该是停出租車和一些家用車的。然後在這個車站出來的這個方向，就可以看到富士山，不過是在幾個建築物中間看到一點雪頂富士山。然後在這個車站旁邊有一個賣豆沙餡的一個自動販賣機，應該是自動販賣所吧，好神奇，它叫倉澤。然後裡面有這個自動販賣機，它賣的種類很多，有這個紅豆餡的，還有這個應該是那個芸豆，白色的這個。這附近的商店街基本上店鋪都是關掉的狀態，感覺可能真的是因為人口太少了，很多店都經營不下去了，而且看起來已經關掉的有些年頭了。現在準備從月江寺這邊騎車，再到下一個車站，大概10分鐘的樣子。在月江寺附近還遇到了一個非常古老的書店，叫月之江書店，但是今天是關掉的。哦，不對，是開着的。而且這個書店還是之前比較火的一個電視劇《Hot Spot》這個熱點的電視劇的拍攝地，這裡有一張劇照。在騎車途中偶遇位於下吉田地區的小室淺間神社，它創建於公元807年，已經有1200多年的歷史，是富士山北陸地區非常重要的神社之一。當地人也習慣把這裡叫做下淺間。過去，這裡不僅是富士山信仰的重要場所，也一直守護着富士吉田的紡織業與居民生活。直到今天，
每年9月依然會舉行被稱為留地馬祭的騎馬射箭傳統活動。现在已經到了下吉田車站了，這裡遊客還是挺多的。接下來準備從這個車站坐車去到下一個站，叫做壽。然後這個方向是從下吉田車站望過去的富士山。因為這邊的建築物都比較低矮，所以富士山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全貌的。この電車は富士急行線大月行きです。次は吉池温泉。剛剛坐的這個列車是托馬斯的列車，很可愛。而且富士急這條線上面，剛剛這個車站站牌也是，這個也是應該是托馬斯裡面的人物。然後現在剛好是11點半左右，肚子有點餓了，準備在這邊吃個飯，然後在這邊閒逛一下。這個車站是一個無人站，然後也可以看到富士山，很漂亮。在這個壽車站附近有一家評分還算比較高的中華料理。今天中午打算吃中華料理。這家店開在一個居民區裡面。住在這個地方的話，幾乎是可以每天看到富士山，應該會很舒服。但是如果每天都看到富士山的話，或許就沒有那種感覺了吧？我也不知道。找到了，店鋪就在這裡，叫做中華料理天祥的一家店。在壽這個車站吃完午飯之後，打算沿着富士急行這條線散步，一直走到下一個車站，大概可能要走30到40分鐘左右，在這邊逛一下看一看。這裡有一個橫穿鐵道的一個路口，然後這根桿子是需要自己手動抬起來的。
這裡還有一條小溪流，特別的清澈。路过了一片富士山附近的一个田園風光的地方，好漂亮啊！剛剛走在一條小路上，所以看不到富士山。現在回到了這個壽通大道上面，又可以看到富士山了。不過現在是背朝着富士山在往前走的。這個富士山在我的身後，在路邊還看到了這個矢車菊的花，開得好漂亮，有藍色，還有紫色，還有一些是白色或者粉色的。在這個馬路上還有一張居住街區的一個指示圖，然後這一片區叫做上墓地吧，然後這是它的那個富士急行線，然後現在它標注的位置在這兒，然後這是要去的下一個車站，還有一點點路。這裡有一個天橋，上去看一下，已經快到車站附近了。但這個天橋真的生鏽生得很厲害，有一點嚇人。大概從壽車站走路走了有30到40分鐘左右吧，終於走到了這個水峠的這個車站。我不知道它中文怎麼說，因為有一個字是中文裡面沒有的。這個車站好可愛。這個就是水峠的車站了，就是3，然後中間有一個字是中文裡面沒有的，山字旁，一個上一個下，意思是山口的意思，上山下山的地方就是山口，姑且念它為卡吧，或者卡吧。這個車站的整體氛圍有一點像之前去北海道旅遊的時候看到的北海道的一些車站。在這個水峠車站附近，還有一個地圖，它上面標注的是富士山，還有箱根伊豆國立公園這一塊區域，還有是富士五湖。這個區域其實離你已經非常近了，然後現在所在的這個水峠就在這個地方。這個車站的站牌也是這個托馬斯裡面的這個人物。現在下車的這個車站叫做東貴站。就在剛剛的這個水峠的下一站，這附近有一個很小的瀑布，去找一下，然後看完之後再回到車站，因為下一班車大概20分鐘之後就會來了。
哦，這邊還是有點距離的，從車站走過来，地圖上顯示走7分鐘，我感覺我快已經走了10分鐘了，要抓緊時間了，一會兒2點06分的車可能會趕不上。现在下車的車站叫做都留文科大學前，在這個富士急行這條線上還有一個大學。這個是大學開業前，然後旁邊一張是大學開業後，整個氛圍都變掉了。這裡有一家茶屋，進來休息一下。吃點甜食，補充下體力。點了一杯黑咖啡，然後點了一個杏旋餅的冰激凌，補充一下糖分。在都留文科大學這一站大概休息了將近有1個半小時左右，現在準備重新去坐車，往大悅站方向走。這個富士山應該是這裡的吉祥物吧，還挺可愛的。沿着富士急行線回程的路上，富士山時而出現，時而又被電線和屋頂遮擋，但早已是融入生活裡的存在。對生活在這裡的人來說，富士山可能只是等待電車時最普通的日常。感謝各位的觀看，我們下個影片再見。